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聊的话题啊，可能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兼听则明，各种意见都听一听没坏处啊。最近几天，因为我做加拿大房产聚焦的视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啊，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我感觉到加拿大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啊，可能存在一个严重的庞氏骗局。庞氏骗局顾名思义啊，来自一个姓庞的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庞兹，意大利美国移民，1903年移民到美国啊，在美国打工是历尽千辛万苦，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啊。虽然他没有万贯家财的遗产可以继承啊，但是却一心想发大财。于是他设计了一个虚假投资计划，其实也就是投资某种产品，骗投资人说啊可以得到40%高额的回报，最终导致一波又一波的人上当受骗。而目前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事儿，就是地产公司、房产中介、银行，甚至连政府部门都一直在带风向啊，说2021年房地产市场会继续延续今年的趋势，那就是逃离市中心。他们一直在强调明年郊区的独立屋还会大涨特涨，忽悠大家趁着房价还没涨赶快上车啊。但是我认为买房这事儿还是需要冷静分析一下你自己家庭的实际需求，必须考虑清楚你购买郊区独立屋是长期需求还是短期需求。如果要考虑不周到的话，盲目跟风购买啊，很可能在疫情之后啊，99%的人都会后悔。今年疫情发生后啊，确实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家工作需要更大的空间，最好是有个后院，而且呢利率又低。基于前面的原因呢，他们更想买独立屋，但是中心区域的独立屋又太贵，所以很多家庭呢就不得不把目标转向了郊区独立屋。这些房子呢本来就不太好卖，现在机会来了，为了让你买单啊，中介就用一些新概念，比如说像在家办公、生活工作两不误，还有什么电商、去中心化、网络化，这些神乎其神的新概念，先把你吹得晕头转向的，让你自己都相信这是未来的趋势啊！而且呢，还能享受大后院，亲近大自然，从此以后呢，你就走上人生巅峰了。但事实是这样吗？反正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疫情过去之后啊，一切还会恢复正常。而且你要知道，很多的工作是必须面对面才能完成的。你虽然能网络会议，但是你不能云美容，是吧？你不能云修车、云剃头。所以说呢，我觉得未来在家工作的趋势很难长期维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啊，大部分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都在中心区域。国内房地产大发展的那几年啊，各个城市都在疯狂的建新城，但是好的教育资源啊，根本就搬不走，最多就是建一个所谓名校的分校。就算建了这样的分校啊，也不会把自己的核心教育资源注入到这个分校里边去。你想想，北大附、清华附、人大附，他们会搬到北京大兴庞各庄吗？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庞各庄啊。庞各庄那个地方西瓜最有名啊。对了，庞各庄不远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小区叫孔雀城，属于河北环京地区啊。他们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广告词，叫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真买了那儿的房子搬过去住啊，能不能再爱得起来啊，就很难说了哈。扯远了，回到正题。如果你住郊区独立屋，孩子小的话，上学接送肯定是很头疼的问题啊。即便有校车，也有赶不上的时候。在一个加拿大半年是冬天啊，极端天气比较多，你要住的离学校近一点，大人孩子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孩子每天早上呢还能多睡一会儿，更有利于成长。很多人都说加拿大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啊，你又偏偏往人少的地方搬。疫情封闭期间还好，那封闭期间过去了呢，那肯定会影响社交、娱乐、购物这些活动，生活质量肯定会下降，对吧？而且呢，对于心理健康也不是好事儿啊。国家邮报有个报道说啊，疫情封闭给加拿大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打击。一项调查显示啊，人们在家工作，社交活动减少，严重导致抑郁和精神危机。CBC 的一个报道也说啊，因为疫情封锁措施，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恶化。还有10%的人啊说恶化了很多。还有更极端的事件啊，就是今年万圣节的时候，魁北克城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穿中世纪服装的白人男子持50刀连砍7人，造成了2死5伤。随后魁北克市市长雷吉斯就喊话说啊，我们需要就心理健康这个话题进行一场社会辩论，因为它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加拿大统计局的一个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啊，加拿大人独居比例很高啊，占所有加拿大家庭的28.2%，这个比例在魁省就更高了，达到33.3%。所以你要是长期住在偏远地区啊，如果不是精神强大，
时间长了很难保证自己不得抑郁症。就连马克思都说啊，人天生是社会动物啊。根据最近疫苗的进展来看啊，疫情应该不会维持太久。那疫情过去以后啊，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大人们要重返工作岗位，孩子们要重返学校，大学也会正常开学，各种经济活动呢也会全面恢复正常。在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需要正常的面对面的社交。对99%的家庭来说啊，买房都是一笔非常非常重大的投资。好的房子呢，那肯定是生活便利、交通方便、设施完备的区域啊，即便你未来因为搬家需要换房，变现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啊，好的房子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如果您对加拿大生活和房产的最新资讯感兴趣的话，那就赶快订阅我的频道。谢谢观看，再见。